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nnis，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这是我本次东京行程的第3天。上一期我们去到了三浦半岛，吃了尾鱼和喂了海鸥。这支视频我们将去到富士山，去体验地标经典打卡地的拍照打卡一日游。你会看到浅间公园、日川池记、人野八海、河口湖大石公园、罗森便利商店和山中湖喂天鹅的6大热门打卡地，一次带你领略富士山周边热门景点的不同风光。这里有惬意的湖边休闲时光，绝美的花田花海，地道的在地美食，从不同角度远眺或近观富士山。现在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吧。欢迎来到 Dennis 自由记，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，带你体验旅途小确幸。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阳光明媚，希望能看到富士山吧。昨天因为我查了一下富士山的能见度的话大概是3级，这次运气还是不错的，在去的路程上的车上就已经看到了富士山了，非常清晰，山顶也没有被云层遮挡。然后我说一下这次的行程吧，因为中国大陆的驾照是没有办法在日本租车的，去到富士山这边的景点因为都是挺散交通不太方便的，所以我想了想的话，就在 KKday 上面报了一个一日游的行程，这样可以多去几个打卡点，然后也比较省事。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山中湖，在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天鹅形状的游船，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，可以坐这个游船在湖上逛一逛。然后这边的湖边的话有很多的天鹅，你可以买那个饲料去喂它们，也可以跟它们一起拍拍照啊，玩一玩。然后在这个栈道后面的话就是富士山的景色了。远处的这个也是观湖的游船，天气好，逛一逛真的是蛮惬意的，和后面的富士山拍照合影真的是很美。然后这个湖里除了天鹅的话，还有很多的锦鲤和这是鸳鸯还是鸭子。第二站我们来到了被誉为日本九寨沟的人野八海，说是八海其实就是8个小水池。这边呢是公元800年的时候富士山火山喷发，由雨金湖分割成了山中湖和人野湖，后来人野湖就干涸了，然后涌泉口的泉水就积攒成了现在的人野八海。这个资料馆的2楼就有一个人野八海的展望台，然后这个就是人野八海观看富士山的最佳观景点。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富士山的能见度已经不是很高了，所以我就没有买门票进去。大家如果去的话，可以买一张资料馆的门票进去2楼的观景台看一看。整个的水的能见度是非常高的，很清澈，但是至于说九寨沟的话，我觉得过了。然后这边各式的小吃啊和当地特色的商贩是挺多的，就建议是中午之前的时候过来，然后顺便在这边把午饭也吃了。这边的章鱼烧的话是800日元8颗，说实在的话是有点偏贵的，而且实际吃的话味道也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毕竟景点嘛。
啊。这个炒团子看上去还是不错的，看它是选用当地的食材来制作的。皮挺薄的，馅料也蛮足的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这边室内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集市市场，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可以买，来的话可以逛一下，像水果啊、冰淇淋啊，然后特色的小吃什么都是有的。不带孜然。看了一下山梨县这边的特产啊，就是这个阳光葡萄。我买了个阳光葡萄加白桃口味的冰淇淋，它实际上是一个雪帕，味道一般吧。逛完出来的话，富士山又露了一个尖尖头出来，希望后面的几站都能看到富士山吧。下一站的话就去到了网红的罗森便利店了，因为这个便利店后面就直接能看到富士山，所以在网上出现了很多网美照，就直接变成了网红店了。沿途的风光也是很美的，实际到了是完全看不到富士山，那这个景点就没什么可逛的了。下一站来到了河口湖的大石公园，这边的各式花海真的超美，配合着背景的富士山的景色，让我感受到今天绝对是不虚此行了。湖边拍照的人特别多，这个公园植被和花卉的品种和面积都是相当的丰富的，所以你无论什么季节过来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花海。然后这边的特色的话，你可以买到那个薰衣草的冰淇淋，因为我是跟一日游的行程走的嘛，所以时间比较赶，然后买的排队人特别多，所以这次就没有买到了。大家去的话可以先去排队买那个，然后出来的话再慢慢逛。下一站的话就要去到这次一日游行程的又一个重点了，打卡各种明信片、冰箱贴的同款新仓山的浅间公园。这又是一个挑战体力的时刻了，整个过程的话一共有398级台阶，
加上崎岖的山路，绝对是能让你爬到腿软的一次旅程。沿途的展望台，你可以看到城市的美景。虽然很累，但是当你爬到山顶看到这美景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啦。下一期我们将去到大阪了，继续探索更多好吃好玩的东西。我们下期再见。